乌邦图 2.6.04 于2026年4月23日正式发布，它是 LTS 长期支持版，最低支持5年的持续更新，代号 Resolute Raccoon 坚定的浣熊。我们今天一起来测试一下吧。首先从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安装镜像文件，制作成 U 盘启动盘。我们从 U 盘启动，进入了安装界面，我们选择安装语言，选择简体中文，下一步按默认设置即可，都选择默认设置。勾选为图形或 WiFi 硬件安装第三方软件，以增强硬件的功能。选择手动安装，我们进入磁盘分区页面，建议分2个分区，一个是根分区，一个是 Home 分区。我们分50G 的空间作为根分区，挂载点根分区，确定。再选择再分一个 Home 目录出来，作为日常文件的存储位置。这样你在重新安装系统的时候，只要覆盖根分区的话， Home 分区不受影响。给它选择下一步，设置账户名称。设置主机名，根据自己的爱好设置就行了。设置密码，点击下一步。对中国大陆的用户来说，我们选择上海就行了。确定自己的选项是否正确，确定无误后点击安装。选择重新启动。我们来测试一下新安装的系统吧。界面比较清爽，看一下它的 GNOME 的桌面环境是 50.0 版本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核版本的 7.0.0。也可以用命令行工具来查看系统内核。
查看一下 Python 版本。我们连接一下 WiFi 网络。输入 WiFi 密码。我们尝试更新一下系统。但默认情况它是从官方下载文件的，针对中国大陆的朋友的话，网速比较慢。我们先暂停吧。还可以设置夜灯，网上看的时候都降低亮度。还选择暗色模式，打开请勿打扰。也可以选择亮色模式。我们可以在桌面选择显示设置，来设置自己想要的桌面背景和主题。选择外观，选择暗色主题，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想要的背景图片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暗色主题，能够长时间盯着屏幕不累。我们看一下系统监测工具吧，可以查看运行的应用、进程、处理器、内存运行的情况，还有显卡。磁盘使用情况，网络连接情况，还有电池使用情况。我个人觉得这个系统监测工具还是比较简洁的。打开浏览器，我们查看一下火狐的浏览器的版本。乌班图系统备受诟病的一点是，它的火狐浏览器采用的是 Snap 格式，运行速度比较慢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可以将其卸载的安装官方原生的火狐浏览器。我们进入阿里云的官方网站，找到乌班图。向下滑动，找到乌班图 i6.04 的配置文件。点击复制按钮，复制了剪贴板。我们需要打开配置文件，修改为阿里云官方更新源，这样的话在中国国内的朋友可以获得比较好的下载速度。
们查看一下官方默认的更新地址。先关闭。我们进入更新配置文件目录。看到它有个 ubuntu.sources 的配置文件。在修改前，我们先将其备份一下，免得修改错误以后我们还可以把它复原。先备份一下。打开配置文件。将剪贴板的这个复制到文件中，我保存退出。让我们来更新一下，确认是采用的是国内阿里云的更新源，现在速度比较不快的。安装一下我最喜欢的 VM 编辑器。安装下常用的办公软件 LibreOffice， 相当于微软的 Office 或者 WPS。我们打开 Writer， 相当于微软的 Word。可以常规的输入内容。LibreOffice 也是我常用的办公软件之一，可以进行文本处理。我们切换到中文输入法。可以输入中文字符，没有问题的。调整字体，还有字号。这是比较流畅的。LibreOffice 它是比较强大的，默认它支持微软和 WPS 的文档格式，它有自己的 ODF 格式和支持微软的 Docs 格式。如果你需要别的电脑上打开的话，建议保存成 Word 格式。保存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别人的电脑上用微软的 Office 或者 WPS 打开。我们可以将常用软件固定在 Docker 上，方便下次打开。Ubuntu 系统它支持多种语言的安装，如果你需要安装其他语言的话，可以选择添加语言。我们来安装一下英语，选择英语。
安装好了。如果你需要使用英语的话，需要把英语拖到汉语的上方，并重启电脑，这样的话你安装的英语环境它就生效了。它提示你要将原来中文的文件目录改成英文的，更新名字。这样文件夹的名字变成了英文的，系统就是全部都是英文的。我个人比较喜欢使用英文的环境，因为方便在命令行切换文档目录。LibreOffice 也是英文的环境，没问题。我们删除之前创建的文件夹，将得到一个英文的桌面环境。我们查看一下应用中心，你可以在应用中心里面安装自己想要的软件，就是比较方便。乌班图 26.04 的体验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均衡、值得信赖的长期支持版本，尤其适合日常办公和开发使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会从 24.04 升级到 26.04 吗？或者你更喜欢其他发行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个赞加订阅，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开源世界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